今天，亲中共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独家披露说，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10月底至11月初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前后访问中国，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在习近平即将下台的消息热传之际，这是习近平在拉川普为其站台，故意在放风呢？还是中共当权者为稳定中美关系的权宜之计？习近平的权力能躲过8月秘密会议的阻截而继续执政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自由时报引述南华早报20号的独家报道称，今年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是川普和习近平今年最有可能会面的场合。川普可能会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举行的 APEC 峰会前访问中国，或是在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于场边举行双边会谈。韩国媒体报道，习近平计划出席在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川普是否出席尚未确定。本月稍早，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被视为两国元首可能会面的重要前兆。卢比奥在会后告诉记者，双方都强烈希望两位领袖举行会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刁大明表示，在有利条件与适当气氛下，两位领袖的任何互动都有助于美中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或许这也是习近平的领导班子摇摇欲坠时，他抓住川普这张牌作为与反习势力讨价还价的筹码。7月17号，他的妻子彭丽媛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屈尊出席了民间团体全国对外友协举办的2025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并大唱中美友好的赞歌，被外界视为习近平不甘心退出舞台，让彭丽媛给其造声势的举动。三浙深谈主持人姜森哲分析说，习近平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权斗落败的关键因素，就是张又侠掌握了习近平的命门，即他掌握了负责保卫中南海正国级政治局常委，包括习近平的人身安全的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虽然保卫习近平，但是他并不听命于习近平，而是听命于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这样一来，他们也成了这些政治局常委的监视员。这些常委每天的任何活动，包括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都会被贴身警卫记录下来，报告上级。所以谁掌握了中央警卫局，谁就可以监控政治局常委。因此，中央警卫局局长虽然官职不大，但却极其重要。这个职务是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务必拿到并安排自己的亲信任职的重要岗位。2015年，习近平彻底清洗了前任胡锦涛控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让当时为其保驾护航的张又侠推举的王少军成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据姜森哲讲，王少军本来是张又侠的人，成为习近平的警卫之后，他开始逐渐效忠习近平，这让张又侠非常不满。习近平以反腐的名义拿下张又侠的下属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时，张又侠深感自己在中共的绞肉机里已经非常危险，于是张又侠利用了习近平生性多疑的特点，使用了反间计，让习近平怀疑王少军。果然在2019年底，习近平开始怀疑王少军对他不忠，就让王少军退休了，换上张又侠新推荐的周鸿许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许完全听命于张又侠，习近平发觉他中了张又侠的离间计。随后，习近平又把已经退休的王少军以返聘顾问的名义重新回炉，担任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许虽然没有被撤职，仍然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但他的权力已经被王少军大大冲击。习近平让王少军重回中央警卫局，张又侠的离间计失败，并且遭到习近平怀疑，于是张又侠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对王少军肉体清除了。中共官媒新华社2023年7月24日公布，中央警卫团团长王少军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26号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公布时间比他去世日期晚了3个月，估计习近平一直在调查王少军去世的原因。当习近平发现王少军是被肉体清除的，他一下明白了自己处境危险，因为能够搞掉王少军的人，肯定也能搞掉习近平。现在习近平的人身安全完全被张又侠所控制。很多人猜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爆料的8月初中共高层要召开重大密闭会议，就是决定习近平下台之时。自媒体人、小说家7月19号收到国内的爆料，反习派和张又侠达成了共识，反习派不再主张全面清算习近平个人，而是让他在4中全会体面和平地交出实权，以健康或退休名义下台，达成政治转型的最小冲突方案。就是说，4中全会只要习近平的权，不要他的命。而在国际关系中，川普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处理一系列棘手问题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打到中共。川普对全球发动了关税战，人们明显感到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美国曾把与贸易无关的美军经费负担问题纳入了议题。目前越南和印尼已经与美国签订了贸易协议，协议规定第三国经过越南转运的输美产品将被征收 40% 的关税，而经过印尼转运的输美产品将征收 19%， 再加上美国对该第三国征收的关税。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美国常年指责这两国是中国商品的中转站。美国不但在关税问题上堵上中共钻空子的漏洞，在军事上也全面围堵。BBC 7月18号报道，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要与中国竞争，而无暇顾及欧洲，因此要求欧洲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投入更多。他表示，欧洲曾经在防务上依赖美国，而现在欧洲必须自己承担更多责任。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次长科伯吉最近在与日澳两国国防官员的会谈中，要求两国对万一台海冲突爆发时如何应对做出表态，这让东京和堪培拉都感到措手不及。科伯吉是继国防部长、副部长之后的3号人物。科伯吉已主张美军应优先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重心从中东与欧洲转移开来闻名。同时，他也曾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川普用雷霆手段精准全面空袭伊朗核设施，完美演绎以实力谋和平，展现出独霸全球且具宰制力的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了印太地区的军事吓阻可信度。最引人注目的是，俄中两国对伊朗遭受美军攻击几乎做闭上关，避免与川普直接对立交锋，对朝鲜等追随中俄的其他国家有警示作用。王毅近日在欧中高阶战略对话直白表示，不希望见到俄罗斯战败，担心届时美国会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言论，引发全球关注。日本台湾新闻工作者石坂明夫表示，王毅这次吃了诚实豆沙包，把中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随后习近平马上见俄罗斯外长，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中共已经明确表态，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失败，要支持俄罗斯。中共多年来在外交上一直假装中立，中共在坐收渔翁之利。王毅的说法让中共外交全面塌方。台湾国际事务与地缘政治分析师黄锦忠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对中国来说，确保俄罗斯不战败还不是最佳情境，要让俄国输不得但也赢不了，俄乌战争就一直拖着悬而未决才最有利。一来有助于分散与干扰美国战略资源分配、外交政策布局和全球军力部署，以免美方集中火力全力抗中；二来可促使俄国继续有求于中方，在双边关系互动占据上风，并借此不断削弱俄国力量，趁机扩大经营中亚、中东等莫斯科传统势力范围，进而争取更多友中国家支持，共同抗美。川普对普京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不耐烦了，
宣布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在内的先进武器，并且要求俄国于50天内达成协议，否则将对购买俄国石油的国家祭出次级制裁。中共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国企中石化统计，2024年中国约 19.6% 的石油进口来自俄国，俄国成为中国原油的最大进口国。川普显然无意对普京赶尽杀绝，以免全面堵死美俄关系改善空间。毕竟尽快促使俄乌停火，防止中共持续利用俄乌战事久拖牟利，才是川普的优先要务。中共好不容易才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框架，川普威胁再实施次级制裁，明显是在迫使中共加强施压俄国展开和谈，这将进一步削弱中俄互信，不断扩大中俄矛盾，制造嫌隙，无疑是川普最希望达成的目的。川普会借 APEC 峰会访问中国，或与习近平会面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